什么情况？你女朋友花10几万买一台事故车啊？你小声点，她是我一个女性朋友，我在追她，不要被她听到了。车子是不是我们店卖的？问题是车不是我们店里卖的啊，那我就放心。不是那台车是吧？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车刚买50公里就趴窝了，4S店记录没问题，检测报告也是 S 级，但4S店呢怀疑他是涉水车，卖他人又不承认。你女朋友，你女性不是我女朋友，你女性朋友怎么买车不找你啊？啊，出问题才找你。哎，老夏。这台车检查完是什么问题啊？现在？阿克，你来看这个火花塞，它这个点火线圈什么都拆过了啊。全部拆过了嘛？对，现在这个1万多公里的车，按理说不应该拆的。才跑1万公里不到了，相当于是。对。那是有什么可能性的话，它这个东西是拆过的？有可能说涉水涉过，水吸进去过了，它要拆掉，把它排水啊之类的。这样是吧？对。你这台车的话，你是怎么称呼？叫他小林就好了。小林。小林就是你这个车的话，当时的话是在哪里买的？你知道吗？我在江东那边买的。江东那边买，你但是买车的时候怎么没有？你有跟他去确认过吗？他把记录手都发给我，都没问题啊。对，特别全这个东西。他这是检测报告是吧？这检测报告还是 S 级的。我跟你讲，就检测报告的话 ，S 级也没用的。无论是国标也好，团标也好，它只能保证你发动机变速箱大梁无泡水无火烧。像这种变速箱和发动机细节的问题，它是不管的，能理解吗？你当时的话是具体是什么一个情况？他说不管了或者干嘛的？我就开出去不到50公里开始闪灯了，然后就灯亮了。对，然后打电话喊他们过来之后，给我加了点机油，说是没有机油了，结果我又开了2、3公里，直接冒烟了，就是吓死我了。等等，你去了没有？那我肯定去。4S店怎么说呢？他不管了吗？因为你这个还在质保期内的呀。对，我开到4S店之后，他们告诉我说这个东西可能是呛过水，不在他们质保范围里面以内。然后你找那个卖家呢？卖家怎么说呢？卖家要告诉我开出门就不管了，就是完全就不负责任。对。商家，你找出来，你给我看一下。好。你合同在吗？合同在车上吗？都在车上。要不你先拿出来，好吧？好。喂，老板，我这个车子确定是开不了了，你们那个解决方案确定好了没有啊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这个我们是没有责任的，因为车在我们这买的时候，车况我也跟你说了，记录你也看了，而且你也去送机检测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里检测报告已经出了，都确认好了。你是开出门之后才出的问题，你现在找过来没办法呀。可是4S店给我查过了，它就是大概率泡过水的，那就是你们卖之前的问题呀。怎么可能泡过？哎，美女，你说4S店，那4S店他敢不敢证明嘛？他敢不敢出证明？不是，我来哈。哎，你好啊，老板是吗？啊，你谁啊？我是他朋友了。是这样子的，我朋友这台车的话，从你那边买过来，50公里开出来不到，然后车就趴窝了。这个事情是不是就确实存在的吧？对不对？你存不存在，那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操作，对吧？不操作呀，机油没加好，那加创了也有可能。那我觉得是这样的，你说他不会操作这个事情是不合理的。首先，你这个自动挡的车子就一个前进挡，一个后对挡，是吧？就不可能说因为他操作不当导致的一个问题。而且的话，当时那个故障灯是跳出来，好多时候是机油缺失嘛。是不是？你不要这样说，反正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认可的，自己车主的问题，你不能说他开出去之后，反正我们是没什么问题的呀。首先是这样的，就是你这台车的话，虽然你有那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，因为他检测报告的话，因为没有检测这个细节上的一个问题。因为我不单是他朋友呢，我自己的话也在做车的，能理解吧？就是我觉得我们做服务端的，你不可能说因为车子才开出去50公里，然后有问题的我们就不管了，这没道理的，你能理解吗？不是理不理解的，那这样子，反正我们也看他可怜，那你这样子，我们也就最多赔了2000块钱，对吧？那我们这个车我们也不赚钱了，不是，好吧？不是2000块钱的问题啊，就是兄弟是这样的，你们这家店呢在哪里？我们也知道，其实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也许你也听过我的名字，因为你也做短视频嘛，我看到，因为你也有好几万的粉丝，大家没有必要说因为这个事情线上的生意断掉了不做了。因小失大，明白吗？我叫阿珂了，你有听过吗？阿珂是你是吧？对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事情的话，因为我帮你在分析过也问过了，像这台车正常我们收价格应该是14万出点头，因为如果是呛过水，然后去做批发去卖的情况下，人家应该是12万多一点，还是有人能接的。我的想法是什么？你最好这台车的话，真不行的话，就是你收回去，他也不要了。不要之后的话，你损失个2万多块钱，你后期生意这样好啊，而且对你来说，你说你售后也做好了，你还可以就推广一下，你没必要说因为这种小事情弄成这样子，是不是？你这样子啊，我和我人商量一下啊，对，你商量一下没问题，但是的话，他车现在没法开，因为他今天是拖车拖过来的。你最好的话就今天给他回复，说白了就是他今天是刚好我朋友嘛，我说我给他建议，本来他说要找律师的。直接的话，通过起诉的渠道，后期的话，你看门店也曝光，这个东西也弄，对你来说没必要，能明白吗？就大事化小嘛。
对你让这美女也别提出，我晚上给她个回复，晚上给她回复，好吧？好吧，要不那你等他一下呗，那晚上给他回。今天晚上，对，你要不你今天晚上给他回复嘛，行不行？好，我晚上回复啊。好，可以，啊，麻烦你啊，兄弟。反正今天车呢就先放在这边好了，就是晚上的话你等他回复一下。如果是他不愿意让步也好，干嘛？到时候的话，我反正律师给你介绍一个。后期的话，你再从起诉的渠道也好，各方面也好，你再看呗。啊，基本上应该问题不大，没事。反正后期的话有什么事情你再跟进一下。那合同反正你先拿着，好吧？车给他稍微靠边一下。不是你遇到骗子吧？怎么可能呢，兄弟？你说你10万块钱转错账号转错人了？对呀，大哥，我求求你，你赶紧转给我行不行？这是我妈救命的钱。不是你是不是骗子呀？我怎么相信你啊？凭什么？哎呀，你这样你不行的，我给你转5000为好处不行吗？感谢你行吗？你赶紧转给我了。人家兄弟，如果钱是你的话，我1分钱不会要你的。要不这样，我给你发个定位，然后你马上过来，我们当面聊。也行，你等我，马上过来。兄弟，你先坐下来，不要着急哈，有事情你跟我说，好吧？很着急，大哥，我这个钱真的，我妈医院躺着急死了，现在。不是你这个钱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么一大笔钱，你是怎么操作的？怎么转到别人那里去了？家里出这么大个事，着急忙慌的出错了是吗？这个。你不要哭啊，好吧？那个钱我们给你转，就是我问一下，你怎么知道他的卡号、他的信息怎么知道的？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转错了，这样子，我再给你加1000块钱行吗？你给我转个9万4就行了嘛，也不用这么多吧，要不3000块钱，就当给自己买个轿车。可以，行。可以什么可以啦？你不要赚人家1分钱，兄弟，不会少你1分钱了。就是你那个转账记录有吗？我对一下，好吧？我看转账记录没有的，我朋友给我转的。你不信，你看他卡里面，他卡里是不是到账10万块钱嘛？你自己看吧。是有啊，你看这个卡上记都有的。对啊，不是。你这个到底是你转的还是你朋友转的？你不能说谎的。我朋友给我转的，我着急钱没有钱了，我找他借的，他这是给他转错了，现在这样子。你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你这个。我有什么问题？你是不是不想给我啊？你要不给我，我报警了！我跟你说，我报警。要不这样嘛，我们去银行的话确认一下，如果是你的，我们原路返回，这没问题吧？大哥，我有时间去银行吗？我现在急死了，我妈医院躺着，我有时间去吗？问题是你转错钱了，我都没有说你耽误我花时间的话去银行，是不是？说白了钱少是吧？好，也不6000了，我直接给你转1万，你给我9万块钱转过来行不行嘛？5000块钱够了，这个你不要太贪心了，大哥都可怜。你给我闭嘴！你没看出来吗？我现在不确认这个钱是你的，知道吗？你现在。马上是用手机查一下，你看有没有用你的信息申请贷款？我没有申请过呀。你踢皮球是不是你们2个在？我踢什么皮球？第一的话你不敢报警，第二的话我让你去银行，你不敢去银行，你这个钱怎么证明是你的？我现在怀疑你是用他的信息个人信息去贷款了，钱到了之后你跟他说找错了，他钱如果一旦转给你，你马上跑路了，他来没站是不是？你不要在这胡扯啊！我来胡扯，不要扣帽子，知道吧？你说这一段时间很多人给你打骚扰电话，你个人信息泄露了，知道吗？可能你上次去外面扫码领礼物的时候，信息全部泄露。我们现在只是保证一下我们个人的权益和我们个人的信息安全性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用那么着急，不用那么躁，然后直捅他脚了，狗一跳墙了，是不是？你不给我转了是吧？不转过来了是不是？你现在马上先查清楚，好不好？你是不是不转了？好，你不转，等着我起诉你们，我跟你说，等着。我等着你们，兄弟们，如果你的账户莫名多了一笔款项的话，一定要向银行确认一下款项的来源，不要轻易的去相信陌生人，更不要给他去转账，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家人朋友，让他去提高警惕了。兄弟们，我现在在高速出口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就是 ETC 的车道的话都没有车，人工车道在排大队，那为什么都排队也不愿意去办这个 ETC 呢？第一种情况，有人说办了 ETC 反而会更加的麻烦，3场停车可能是1个小时免费停车的，结果呢，你开到那个闸机口自动扣费扣掉了，然后钱虽然不多，但是特别影响我们心情嘛。还有就是无卡的一个 ETC， 有的时候你到收费的站，它半天是扫不出来的，特别的麻烦，有的停个好几秒呢才能扫出来，这体验感太不好了。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找不到地方办，没想到吧？前些年各银行的话各种推荐办 ETC， 最后该办的都办了，现在想办的要么说没设备了，要么说没有这业务了，能办的银行呢也需要你有个信用卡了，还得先去办个卡，麻烦的很嘛。网上办呢，有些是要钱，有些要信用分证明，有些要签约3年，还有各种1代卡、2代卡，有卡无卡，弄来弄去想想头大了，最后呢算了不办了。还有呢，第3种情况是你不想用 ETC 的，注销就相当麻烦。有些 ETC 的话，它办的时候是免费的，但合约是3年时间，你提前不想用了，要多付100多块钱的违约金哦。有的呢也不是说我故意去想注销的，我只是说想换台车嘛，那人家呢就让你不要弄了，就给你这种推脱的感觉了。那如果是你直接拆下来去丢掉，别人如果是剪掉的，能不能盗刷里面的钞票呢？这就很难说了。还有兄弟们，你们为什么不去办 ETC， 或者说办了有什么感受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，我们聊聊看。会不会开车？怎么插队啊？他想蹭我们 ETC 嘛，我们花钱他来跑高速。这是多少钱？他给他
会全责啊！你脑子坏掉了吧？撞上去多危险啊！你放心，下了高速我教你啊，怎么让他面临巨额的罚款，以后还上不了高速。ETC 的交易距离呢是8米，当你进入识别区内啊，有人想插队蹭 ETC， 不要慌啊，你直接让他跟我一样打卡，你去走人工通道就可以了。第二，如果要是没有反应过来被蹭成功了，也不要慌啊，就像我刚才一样，直接换个车道去行驶，那我们车辆信息呢就会自动取消，就算他上了高速 ，ETC 呢也会因为查不到他的车辆信息，导致他无法下高速。我刚刚查一下，好多都是下高速被蹭ETC的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那也不用慌，我再教兄弟们第二个方法。如果呢你是在下高速的时候被蹭了，直接向那个收费人员说明情况，这样你就不会替别人花冤枉钱了。切记啊，一定要记住他的车牌号码，然后呢拨打12122跟对方说明情况，经过核实确实有被蹭 ETC 的情况了，那他就会按照高速最远的距离进行收费了。多次再按的还被永远禁止驶入高速。最后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呢收藏起来，转发给身边的朋友。凭什么我们花钱，他们占便宜呢？哎呦，这座椅这么逼的吗？这么冷天还开冷空调啊？你眼睛是不是瞎了？大冬天都起雾了哈，我先开个冷风除雾呀。那你打开暖风，打开 AC 就好了呀。我 AC 不是开的吗？你到底懂不懂什么是 AC 啊？开暖风用的嘛。哎呦，谁叫你开的暖风又打开 AC 啊 ？AC 怎么用你都不知道啊？我相信啊，很多人啊也是和他一样的，不知道 AC 键到底是干啥用的。这个功能如果用好了之后呢，你开车又省油又舒服。很多人买完新车之后，你看到空调面板上这么多按键，直接就懵了，还以为那个 AC 键啊是夏天专门用来制冷用的。今天啊，我来告诉大家啊它的正确用法，赶紧点赞收藏起来啊！第一，夏天开空调呢，打开 AC， 打开内循环，这样呢制冷又快又省油。然后第二，冬天开空调的时候关闭 AC 啊，打开这个外循环呢，这样呢玻璃不易结霜，而且的话一点都不费油。第三，下雨天的时候开空调呢，开 AC 打开外循环，再打开这个上行标志，这样玻璃上再也不会起雾了。第四，堵车的时候开空调啊，打开 AC 打开内循环，这样子啊车外的尾气呢就进不了车内了。怎么样，学会了吗？关注阿珂，让你更懂车。